有人又要问了，润宇哥哥，你怎么又改名了？首先呢，我觉得我要做一做我比较适合干的事情。我觉得我讲车的话，我比较开心一点。其次呢，娜娜工作比较忙，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两个人同时在一起去讲一些其他方面的故事。所以呢 ，YouTube 频道也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就专门只讲车的东西啊。希望各位客官老爷们多多关注。好，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话题。为何要开 JDM？ 为何要开手动挡？怪子里那个问题关的可以啊，蛮到位。这个事情呢，得从2个时间段开始聊起。就现在来说啊，拥有手动挡的人，家里肯定不止一台车，对吧？兄弟开了一台车，上班接孩子买菜，拉点生活用品。手动挡态度那不现实啊，不太现实，兄弟，那太难了。就咱们多伦多这边，那401得堵的哟。你会发现啊，手动挡代步一段时间过后，你那左腿的小腿跟你那大腿一样粗，为啥？一直半离合呗，啊，意思就是一档，然后又一档，好不容易挂上2档了，马上前面一台车别进来了，就起步比人家慢啊，抢不着道。这个以前我读书那会儿买手动挡，那是因为穷。手动挡这玩意比自动挡它便宜1000多刀呢。哥们儿以前1个月生活费也就600刀，身体上的苦，吃个饭睡个觉，第2天满血复活。年轻就是资本最大。哎，你不得不承认啊，20岁的小伙哪儿都好，腰也好，避震硬一点，开1天只当练了括约肌。你哥现在，哦呦！自从你那年龄出现了3字头，你就觉得完全力不从心。不开玩笑啊，你那身体燃点都不一样。人家年轻小伙怎么吃都吃不胖，你哥现在，哦呦，你喝一口水都得胖2斤。19岁熬个通宵，喝杯咖啡，马上期末考试。现在你熬个通宵试试，第2天跟那癞蛤蟆被牛踩的似的。哥们19岁那时候，那搁学校里可是风骚倜傥。多伦多大学学生宿舍，那个宿舍又贵，大家都住学校方圆15公里以内，就这个范围之内。哥们住的那栋楼呢，里面住的全是同学，这同学跟同学之间不得互相照顾，尤其是女生。一拿到多伦多大学的 offer， 家里给哥们打了2万块钱，买了一台2手的 CSX Type S， 成色还不错，底盘代号 FD5 K20Z3 发动机手挡。我的老粉都知道啊，我后来又买回来那台车，别问了啊，现在那车全车打散改 FD2 当中。技师跟我说的是2024年再见。当时哥们带了3位同学，姑娘一上来一看，哎呦，本田。一股嫌弃带着丝丝鄙夷的味道。本田呢，我还是头一次在国外坐手动挡的车呢，好像国内的出租车呀。这话你能忍？哥们当时啥也不说，还好当天不堵车，刚好考试还有15分钟，离学校10公里路，打着点火，迅速拐上高速，退4档、3档、2档，VTEC 这么一开。下了高速还不忘跟直，就算遇到个红绿灯，也要一档一档的跟下来。这时候小姐姐们就在一旁议论了：“哎，你看这人开车好厉害呀，这人开车有点东西。”准时将小姐姐们送到学校，一看手机还有5、6分钟，刚刚好进考场。从此就给小姐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比较成功的点在于，姑娘们记住了这个人，而不是这台车。是台本田又怎样？你是靠人格魅力和精湛的技术，给他们纯真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若干年后，大家都30岁了，他们依旧记得曾经有位同学开车很厉害，至于开什么车，他们可能都不记得。但如果这要是一台自动挡小跑车，我跟你说没那个效果。为啥？平淡如水的，你想想是不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不轻狂，你的人生就平淡如水。为啥写诗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狂不是癫狂，是激情的意思。年轻就要释放个性。你开个自动挡，就算你开得很激进，油门刹车刹车油门，油门刹车刹车油门，停到个红绿灯一看，
你旁边停着一台塞纳，7座的那个塞纳。此时此刻，你陷入了沉思。我车也是自动挡，它这个也是自动挡，它能拉7个，我这能拉4个，后排坐的还贼难受。人家还比较省油，还能拉点活，帮人家搬个家啥的。虽然当年开 C63 啊、M3 的都泡走了学校顶级的小姐姐，但哥们赢在了数量，择偶选择权拉满。别听到网上说的什么真男人开后驱，真男人开大马力，你等那个冬天下雪的时候，你陷在雪里面的时候，你看尴不尴尬？尴尬过后就开始到处问雪胎，哎，老板，人家那思域400块钱一套，我这怎么得2000多？你是不是坑我？车不一样啊，好车的周边都贵，人家卖胎的老板还一脸蒙圈。你说你都开这么好的车了，咋一个雪胎你都买不起呢？现在啊，会开手动挡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科技的进步呢，也代替了繁琐华丽的操作。如今手动挡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现在基本上手挡都比自动挡贵了。如今的 JDM 已经不再是穷小子们的战车了。你看那前段时间很火的苏州 GT 秀，基本上开手挡的都很 humble， 很守规矩。为啥？时代变了呀。现在一台板板正正的 JDM 手挡，你看看那个价格，一套房兄弟，别说你那儿了，就咱北美这一台板板正正的当年4大 JDM 神车，不开玩笑，一套房。那 GTR R34后面跟个什么 Spec， 40万美金往上走，还不见得买得到。为啥？稀有啊！20年前的车，当年的物价通膨到现在，再加上人家20多年没怎么开，哎，保养得好好的，原版原漆低公里数，这玩意跟这兄弟20多年，照顾得好好的，也不怎么开，人家买来收藏了这么久，肯定不会便宜啊！那每年的保养费用，那不都是账单爆炸？于是就变得孤傲且不可一世。某博主不是说了吗？蝎子粑粑独一份。珍贵的，物以稀为贵。当年的鬼火少年们，如今都是有家室的大叔了。如今买来一台手挡的 JDM， 也是想重新回味一下当年的少年狂。身边坐着的是妻子，身后坐着的是孩子，有了一份责任，油门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踩得那么深，只是一晃10几年，人也像车一样，随着时间的沉淀而变慢了下来，不再追求快，只是让枕边人和孩子感受下年轻时的魅力，或许也是为自己的青春书写着后面的故事。